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DJ 汉堡。那么这一期带大家夜访离重庆市中心最近，也是重庆最大的一个公租房社区啊，月租只需要最少200-300块钱就可以租1个月的房子。大家看看这块的街区和房子是什么样的。而且我也查到最近的消息，现在只需要5000就可以买到这儿的房子，1平哦，我觉得还是很便宜的。同时呢，和大家说明一下啊，这个明星家园我拍了2期，在晚上拍了1期，白天也拍了1期。那后续我会出一个白天我拍的，就是能更清楚的看到它这个整个街区的状况。欢迎大家去订阅关注一下这个视频。大家可以看明星家园的位置，你看这什么曾家岩大礼堂、大西国花园，这是市中心啊，朝天门。你可以看这个明星家园在哪儿，在这一块还是挺近的，不是说是离市中心最近的一个公租房吗？然后呢，它这些楼全是公租房啊，全是公租房。你看大家整个看这一串，这些楼，我大致看了一下，大概得有20几栋楼啊，就是都是这种模式的，几乎可以说一模一样。然后它是按 A、B、C、D， 就是按这个字母这个区来这么分的。这个整个街区呢，我感觉就是一种，要我说就是乱而有序的感觉啊，可以干什么都有。你看，比如这边有跳广场舞的，有打羽毛球的。然后呢，你看这个也有这种地摊卖东西的，卖吃的的。然后你看这边是夜市一条街啊。刚才我从那个地铁站民家地铁站过来，是从这块过来的，就是整个夜市一条街，一会儿大家也拍一下。然后你看这叫什么都有，充电的，是不是全有啊？盆里应该是打麻将的啊，它这给罩住了。你听这声就是打麻将的声。看这块卖水果、卖吃的的，卖什么都有啊。你看看。卖包子的，然后这块是水果，这还有这是卖熟食吧，板儿鸭，25一只。你刚刚看有小孩儿，这儿的这个公租房的话，应该是可以那种就是可以上户口，就是有户口有学区的啊。但是呢，你应该是没法卖啊。其实。大家可以看我现在给大家拍的这个呢，更像于北京的一种早市，但它这个晚上也开啊。你看那个卖什么都有，这个整体的这种配置状态像北京那种早市，稍微远点5环外就这种早市。这儿有一个大广场，然后有老少太太跳广场舞啊，然后这儿还有一个这种楼梯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通往那什么地下车库啊。我不知道这些明星家园它分 A、B、C、D、E、F 区。各种区它能不能连在一块儿啊？一会儿我随便找一个区进去给大家看一看，看看什么样。但是这个屋子里就进不去了，大家可以去小红书啊，这些网络媒体上都有那些拍照的，就是卖租房的那些软件中介，大家可以去看一看。其实呢，每个城市的每个街道区域，它的这个感觉都是不一样的。比如刚才我刚从这个曾家岩坐10号线过来，就跟这个民家园就太割裂了。曾家岩不是那个。重庆市委市政府的那个所在地嘛，那块就比较安静一些啊，当然夜景更漂亮一点。这个民家园呢，就看不到什么江景了，就是纯的居民区啊，纯的居民区。而且你可以看这个楼的配置，其实比较典型公租房的感觉。当然了，你要在北京的话，就这种楼，我刚才也说了，你像比如说双井劲松，也得卖6万、8万、10万都有可能啊。这个地儿我刚来，因为我跟大家一样啊，大家可能是第一次看这个区域，我也是第一天刚来，因为我觉得这地儿突然觉得可以来看看，就我觉得可以拍。网上我拍东西的话，一般可能会来几趟，但我觉得可以拍啊。一个老北京涮羊肉，什么时候来尝尝，看看正宗不正宗？我也说了，这个区域非常像北京朝阳那个劲松那一块啊，九龙山那一块，3环，哎，往东边一点，特别像，因为我在那儿住过1年嘛，我当时在国贸上班的时候，你看这个真的是不是很像啊？你把这些这个底商给它去掉，就真的特别像啊。你看这儿很平了，这些地方很平了。所以呢，你看会有这个电动车出现。本来我想骑个电动车，但是这车也太脏了，我靠，算了，不骑了啊。然后现在咱们去随便找一个小区啊，随便找一个 A、B、C、D、E， 无所谓了。小区里看一看啊，然后再给大家拍一下这个夜市啊，夜市人卖的东西挺多的。这是一个非常本地居民化区域啊，现在很多人穿着睡衣就下来了。因为的确在这个区域基本上想干什么都可以了啊！你看那会儿有很多的这种路边摊，当然还没到它夜市的区域啊。现在是晚上时间8点半啊，看能不能照清楚8点半。这我又走回来刚才这个地方，其
其实大家知道啊，这个我在以前视频也说过，就是重庆的冬天其实还是挺冷的啊，它没有暖气，而且它是超冷的感觉。你看我的衣服，我穿这个衣服就是我北京冬天穿什么啊，我在重庆就穿什么，因为它这个重庆的冷是透过衣服的，是一个魔法攻击啊，跟这种北京北方的物理冷不一样啊。北方你捂多点就没什么事儿，而且它屋里有暖气。这个重庆冬天它没暖气啊，它没有集中供暖区域。但我不知道这些，我估计工作坊小区也不会配暖气啊。卖肉的，卖牛肉还是卖羊肉？在北京这种卖肉车已经非常少了啊。它这个低房租、极低的房租带来极高性价比，你就要忍受它这个细节不够好啊。这样本来就是重庆就是一个细节不够好的城市，看到这垃圾站就摆在门前啊，就是整体是我还说乐而有序嘛。然后您看啊，这是 F 区2号门啊，咱们来看看里头小区里是什么样。这门禁也坏了，可以理解啊，几百块钱要什么自行车，是不是？来进来看一看。其实怎么说呢？刚才想一半忘了啊，就是说为什么北京房价高？它更多是因为这个土地财政嘛，大家知道，就是北京这个地价贵啊。其实你要说房屋的质量，我操，我觉得这个重庆的这个，就比如这一看这个区域啊，这个小区的感觉，我不知道大家去没去过这个北京西城广外的区域，一个叫荣丰208啊，他们叫神盘，就好多学区房啊，就是可以占位置然后上学区嘛。说呢，这个荣丰208它是在西城，当然它是你要按以前来说，它连西城都不算啊，它是在宣武，就在宣武也是一个非常差的区域，在以前啊，广外这个区域。但是呢，现在呢，它归为这个老西城了嘛。归老西城以后呢，所以说你只要在这个区域买房的话，你就可以在这儿，有学位。而现在北京的各区是怎么样呢？等于说你在这个区有房，哎，你就可以参与这个区的摇号，然后这个学区是随机划分的。所以很多这个家长啊，尤其是对这个北京学区有要求的，他就会买的荣丰。荣丰感觉就和这个小区差不多吧，就是也挺乱套的。然后这里你看这个感觉特别像荣丰啊，给我的感觉。包括它这个楼的这种建筑，还有它这个面积，荣丰跟208那个面积，我感觉也就差不多，60-70平都是大的。我还真去看过，那会儿我看了一眼，那个面积大概可能也有10几平都有，几平都有啊。这边占个学区，但是荣丰价格还是挺贵的啊。我记得那会儿我看的是11万、12万一平啊。但你对比一下这个民心家园的房价5-6千一平，你就知道了。其实说北京房价很多是土地的问题。你看这个，那成本能多高呢？2-3千块钱就是了，对不对？主要还是地价啊。你看北京，比如说是这个学区啊，区位因素。你看这个小区，其实你就和北京的普通的、一般的那种拆迁户这种小区都差不多，真差不多。所以这个性价比还是很高的。随便看一栋啊，看看什么样。我也观察了一下啊，它这个每栋楼一进楼梯间都有这个预防电诈的这个提示、反诈的提示。最近泰国不又出事儿了吗？泰国、缅甸，所以大家也要多注意这个问题。的确，提醒是有用的，很多人还是会相信这些事儿。这是它的楼梯间啊，电梯间有3个电梯，它的密度还是很高的。这个是这栋楼的信箱啊，你看啊，有的基本已经损坏了。所以它的密度很高，它的维护就是一个问题。大家看这楼道，基本就是这个状态。再次说明一下啊，过了几天，我在白天的时候又去拍了一趟民心家园，大家可以看看，在那一期也会着重拍一拍这个室内的状况啊。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，观看我的更新视频。一出这个单元门，真的让我感觉很像荣丰啊。荣丰也是这样的，你看，因为它这块没有什么山地的感觉了嘛，是平地。但是它这有卖什么桶装水的呀、小便利店呀，然后它有这种超高密度的住宅，给大家看一下。然后整体的设计感觉是这种，这种回迁房的感觉啊，就是这种感觉。整体来说，性价比还很高的吧？它300-400块钱，你在这个位置，你去市中心，去市中心只要10几分钟、20分钟，你开个车什么的。然后呢，而你像现在年轻人的活动，大部分也在江渝北嘛。对于重庆来说，但是在这个小区，真的感觉很让我在这个北京的那种感觉啊，北京那种回迁房小区里的感觉很像。而且你看这个电动车外卖，
骑手，真的有点梦回北京的感觉。到了重庆这边主要还是吃这个串串啊、火锅、江湖菜。你看这个底下也都是这些内容啊，可能大部分也都是年轻人，因为今天是周四，还不属于这个休息日，还不属于休息日。那你看这边这个密度，就跟那个北京还是那句话，双井劲松那密度真差不多，全是人。因为北京的这个双井劲松是国贸，属于国贸的后花园嘛，所以很多在国贸上班的人 ，CBD 上班的人，他呢为了找一个住的近点位置、比较便宜的位置，就会住在这个劲松啊。双井还会更贵一些。你看这儿又有一个区域啊，这就不进去了，大同小异了。它就民心家园各种区域啊，民心家园的各种区。然后呢，你看这儿还有一个公交场站啊，比如说你坐公交车呀，坐这个轨道啊，也很方便。所以就下雨很高，真的下雨很高，我都想摇号，但我看一下不太好摇啊，好像得有我在工作地的社保啊，但是我的那个医保挂在北京了，所以说估计够呛啊。这么一看，我靠，我这个化工桥的房子租太贵了。这个怎么说呢？我争取反正自己租房嘛，能多换几个地儿就换几个地儿啊。你看这个公交车进站了，然后呢，沿着我这个方向一路向前走，它就到民心家园10号线地铁站了啊。然后可以看到，就你去地铁或者出地铁的这时候呢，这有一堆卖吃的的，各种这种香料的味道啊，但是不是科技力，咱就不知道了。然后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停车场，看没有？好像是荒废了的啊，我不知道是不是随便停啊。啊，你看这块就是它的这个轨道站，然后你这底下呢也有商业。你看重庆毕竟还是有山的嘛，你看有起伏的。这边也都在建楼。我不知道重庆现在是不是这个，就是这种高密度住宅、高层住宅中国最多的城市了啊，排除港澳台啊。你看这边也都有，这是一个立体的停车楼，然后这个就是它的这个轨道站，然后从轨道站这块一路，这块全是卖小吃的，卖什么的都有啊。看看，卖水果的，这是卖什么的呀？卖凉面。这应该是卖那个什么叫土豆吧，他们这边叫洋芋啊，他们爱吃的土豆。重庆这边特别爱吃土豆，尤其是这种小吃的这种感觉啊。这个是卖水果的，它越到地铁站那块儿越密集啊，这块还没到地铁站。这是卖水果的，你看这密度啊，你看这儿都是。刚才我给大家拍一路了，整个这块全是违章停车啊！当然我不是举报啊，我可没这闲心，没办法，那密度太高了，真的就跟那个北京望京那块差不多。你看这个全是停车，这其实也对啊，如果车太多的话就应该不管啊，有没有可管？没啥可管的，因为它的确你车多，它没地儿停，它也不可能横在路中间，是吧？它只能这么停车。卖手机壳、手机贴膜的。我记得在这个00几年的时候，北京的天桥上有很多贴膜的，现在谁还去天桥贴膜呢？然后这块也是水果，我记得还有个卖炒饭的。刚才在炒饭的时候，我闻着还挺香的。这个铁板炒饭，当然现在太晚了，不吃了，吃了该长胖了。铁板炒饭。然后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地铁的进口啊，10号线民心家园站。所以说，如果说，我觉得这个区啊，如果说你就是上班的，你不需要在家里琢磨，像我这种琢磨视频，我在家里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啊，或者琢磨音乐的话，你在这儿租，你去摇这个号没有任何问题啊，真的没有任何问题，性价比非常的高。而且你去这个市中心啊，去观音桥啊，包括你想去南岸、南平这种区啊，去九街这种区啊，真的还是很方便啊。但是你看这个区域肯定有它的问题，比如比较粗糙，你看这全是泥泞和水啊。这也没有办法，无法避免的。但是比北京什么你劲松租个房，性价比肯定是高多了。那这期就是这样，大家第一是要体验一下这个民心家园啊。
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可以在 YouTube 给我关注、点赞、订阅一下 ，B 站给我3连关注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那么我就回家了。哎呦，直接到了。这是我临时加的一期啊，本来我就是遛弯来的，我去曾家岩看看夜景啊。但这个区域跟曾家岩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啊。这电梯配的还挺好，这应该是德国的品牌啊。好了，这期就这样，拜拜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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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